你是梦还是真？眼兽，仙门中公认最危险的妖兽之一。说它危险，倒不是因为它战力惊人，无人能敌，也不是因为它奇毒无比，碰之即死。相反，它行动缓慢，无毒无畏，正面交锋的时候，甚至连寻常农夫都能将它砍死。它之所以成为仙门世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最忌惮妖兽榜上第一，不是它有多强悍，而是它的敌人有多脆弱。没错，因眼兽而死的人，不是被它咬死，亦不是被它毒死，他们死在自己手里，他们全都死于自杀。之前说了，眼兽没有难敌之蛮力，也没有难解之剧毒，眼兽唯一的能力是让人入梦。入梦二字骤然听来似乎无甚威力，毕竟夜里入睡之后，人人做梦，梦中遇见的事再恐怖，醒来后都毫发无伤。而眼兽的入梦之术，却让遭遇他的人几乎无人幸免，这又是为何？蓝忘机道：入梦出梦，无迹可寻。魏无羡道：也就是说，普通的梦很容易分清楚是在梦里还是梦外。白天没睡的时候，就算遇到的事情再离奇，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在做梦。夜里睡下之后，就算梦见的事情再真实，睡醒睁开眼睛，我们也知道刚才那个是梦。但是眼兽创造的梦不同，被拉入眼兽之梦的人，既没有睡着的过程，也没有醒来的过程，梦境与现实可以随意切换，而梦境又可以假乱真，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在梦里还是现实。蓝忘机颔首，魏无羡沉思道：假如我能确定自己是在眼兽之梦中，有什么可以醒来的方法吗？蓝忘机道：有，自杀。魏无羡抚掌道：我明白了，和眼兽作对的人几乎全是死于自杀，就是为此。因为眼兽之梦极难分辨到底是梦还是非梦，所以有些人明明处于现实中，却误以为自己在眼兽之梦里，为了醒来所以自杀，不料这个自杀并不是梦中自杀，而是真的自杀。蓝忘机道：亦有人误把梦境作现实，在梦中时间过长，身体因饥渴寒冷而死。魏无羡道：所以不论是把现实当作梦境，还是把梦境当作现实，最后的下场都是自己把自己坑死了。蓝忘机道：是。魏无羡道：那么要对付眼兽，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分清梦里还是梦外了。两人说了这么久的话，因为蓝忘机在场，所以一直收声敛气的精灵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插嘴道：废话，要是轻易就能判断是梦境还是现实的话，眼兽早被人杀绝了，还用等到今天？现在这家伙横冲直撞，仙门百家全做了缩头乌龟，还不是找不到区分的办法。精灵此番虽然一如既往的不好好说话，只因最近一只蛰伏良久的眼兽突然苏醒，开始大肆横行，所过之处棺材脱销，而今正朝着兰陵的方向来。兰陵是大城，居民密集，倘若不能在他进入兰陵之前将之诛杀，后果不堪设想。精灵为此日夜焦虑，已经好几天没能合眼。魏无羡知道他心急，便不忍苛责。魏无羡拍了拍精灵的脑袋，笑道：区分的办法吗？是有点难想，但也不是想不到。之前对付眼兽失败的人都是单枪匹马，或者最多是师兄师弟结伴吧，还没有过一对道侣同去的情况。精灵躲开魏无羡拍他脑袋的手，崩溃道：这个时候就不要秀恩爱了，可以吗？魏无羡道：错，不是秀恩爱，区分梦境现实的关键就在同行之人的关系里。魏无羡想出来的办法，说奇特也奇特，说普通也普通，其实就是4个字：追本溯源。追什么本？溯什么源？魏无羡道：梦之本，梦之源。归根结底，一个人的梦境是他个人的想象，眼兽固然能让人入梦，却不能帮人编织梦境，因此一个人梦到什么，梦不到什么，是由他自己的想象空间决定。假如同行的两人了解对方，就如了解自己，就会知道什么事情是对方想得到的，什么事情是对方想不到的，判断是否在梦中的方法也就因此产生。魏无羡道：两人同行的时候，一旦遇到对方，就故意说一句他怎么也想不到的话，听到那句意想不到的话的人，就能知道自己不在梦里。精灵沉思片刻，忽然一拍脑袋：我明白了，假如是在梦里，那么遇到的那个人就是做梦的人自己的想象，
而自己是没法说出自己意想不到的话的，所以要是对方说了自己意想不到的话，那就说明对方不是自己的想象，是真的。魏无羡赞道：“不愧是金宗主。”金陵脸红了。事不宜迟，魏无羡与蓝忘机当即出发。据打探消息的门生回报，兰陵城外的一个村落接连发生2起自杀案件，怀疑是野兽所为。不出意外，野兽目前就蹲伏在村外的树林里。与画本中的情节不同，两人赶到树林的时候，既没有诡异迷雾，也没有风雨大作，是个难得的艳阳天，天上连朵碍事的云都没有。以魏无羡和蓝忘机的眼力，树林虽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明察秋毫，野兽的行踪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入他们眼中。两人在丛林中漫步，不出一会，魏无羡从树皮的缝隙里揪出一根毛，和蓝忘机对视一眼，少顷，蓝忘机牵住魏无羡的手微微一紧，魏无羡当即随蓝忘机的目光看去，看到远处溪水倒映出的一处树丛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魏无羡微笑，小指轻轻一勾蓝忘机的手掌，蓝忘机点头。魏无羡两指夹住一张符篆，手腕一转，符篆急速飞出，刚从树枝上脱离的一片枯叶，还没来得及往下坠落，骤然被从地上升腾而起的一股热浪托举着往天上去。他打着旋儿一飞冲天，等到停止上升的时候，已经高出数关数丈。从空中俯视，以望线为圆心，一堵比楼房还高的火墙围成了一圈，火舌吞吐，宛若一条首尾相接的巨龙。刹那间，树枝毕苞，倦鸟惊飞，凄惶的鸟鸣传出了数里远。与此同时，火圈正以极快的速度缩小，将方圆数丈之内的所有生物往正中心赶，也就是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所在之处。一时之间，树林中的各色动物，上到松鼠，下到獐子，都被火圈所困，眼看无路可走，情急之下只能突破火墙。只要有动物妄图过火，魏无羡便靠在树上，轻轻打一响指，每一响指响过，都有一处火势骤然减弱，堪堪供那动物逃出升天。就这样，在连续数个响指之后，有什么东西也要越过火线。魏无羡不再打响指了，他大喊一声：“蓝战！”不用魏无羡出声，一道冰蓝的剑光已当空劈下，剑断筋骨，一声脆响，咔，就此终结。两人除了野兽，又在附近查探确认并无其他异常后，才返回兰陵告知金陵。金陵听说野兽已死，总算彻底放下了心，这紧绷的心神骤然一松，数日不眠的疲惫瞬时占了上风，平时总忍不住反驳魏无羡几句的嘴皮子也彻底没了话，乖乖被魏无羡催着去睡了。金陵既然一时半会不会醒，邪祟也解决了，魏无羡与蓝忘机也没必要继续留在兰陵，这便回了云深不知处。因为诛杀野兽远比计划中容易，两人回家的时间也比预计早了好几日。虽然此次除祟过程平平无奇，但野兽的动向终归是各家都在关注的。野兽死了，他们还是要先去知会一下蓝曦臣。于是两人进了山门，就径直往韩氏而去。走到韩氏门口，只见大门紧闭，想来蓝曦臣正在与别人议事，两人正要回避，忽听里面传出一声怒吼：“你怎如此优柔寡断？忘机被夷陵老祖骗得黑白不分，难道你也要和他一样吗？”韩氏外，魏无羡与蓝忘机同时镇住。方才那句话，从语气到声音，分明出自蓝启仁之口。魏无羡忍不住用了一张传音符，蓝曦臣低低的语声便接着传入耳中：“夷陵老祖死不足惜，但此番杀了他，忘机怎么办？”魏无羡听罢这句，竟是再也听不下去，手指一转，传音符在他掌中熊熊燃烧，火舌将他手指燎出了一排的水泡，他却仿佛浑然不觉。他其实想要说什么，又咽下，良久，转头对蓝忘机说：“走吧。”可是这次蓝忘机没有听他的，蓝忘机大步上前，无力地推开了房门。砰！门扉重重撞到墙面的声音后，是室内蓝启仁和蓝曦臣惊诧至极的两张脸。魏无羡没有跟着蓝忘机进门，他没有去听蓝忘机和他们说了什么，或许他们也根本什么都没说。魏无羡的脑中只有那句夷陵老祖死不足惜在不断回响，让他在不知不觉间将指甲深埋进掌心，鲜血阴湿了指缝。就这样，
魏无羡站在原地，凝聚在手指关节的血滴越积越大，终于啪嗒一声落在青石板地上。眼前的景象是模糊的，耳边的声音是嘈杂的。魏无羡不知自己看到了什么，也不知自己听到了什么。这里是云深不知处，这里是他的家，让他不必担心流言蜚语，让他不必回首纷乱前尘，让他每日安枕于榻中，他信任的，他倚仗的，他爱的那个家。可是此刻，一个信号烟花从蓝启人手中放出，在他的头顶炸开。魏无羡抬头看，发现不是蓝氏常用的云纹烟花，那强烈的光芒在白日也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一把出鞘的利剑。蓝启人登高疾呼：众人随我，斩妖除魔！很快，从四面八方分别升起了同样的利剑烟花，云深不知处山门大开，身着各家服饰的人同时呐喊着涌入，有云梦的紫色，蓝灵的金色，清河的黑色，一时鲜艳夺目，亮得晃眼。江澄依旧首当其冲，满面阴鸷，大吼道：魏无羡，还我爹娘命来，还我阿姐命来！金陵在他不远的身后，带着蓝灵金氏的大批人马，目光中恨意凛然。魏无羡，你杀了我爹娘，我要血债血偿！聂怀桑提着佩刀走在最后，慢悠悠地道：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蓝启人颔首道：不错，只要我活着一天，绝不让你这等妖人入我姑苏蓝氏之门。蓝曦臣道：魏无羡，若你束手就擒，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性命。在场的每一个家主每说完一句话，都有无数门生大声呐喊支持。魏无羡的双眼缓缓扫过那一张张义愤填膺的面孔，看见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恨意，看见他们的拳头挥舞着激昂。我只是一个仙门里的无名小卒，可是你让我恶心至极。你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给我去死！这么多人都讨厌你，你这人是好是坏，心里没点数吗？他们一个个说完话，就激动地站出来，享受着同门的吹捧，张开双臂，拥抱着正义的圣光。杀！他们呼。夷陵老祖必死！他们喊。魏无羡静静地站在原地，默默听着他们的指控。等到人群终于有了片刻的安静，魏无羡笑了：你说，你只是一个仙门里的无名小卒，你都不认识我，没见过我，不知道我真的做过什么事，没做过什么事，我就让你恶心至极了。你说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究竟是不是我做的？你查明了吗？有证据吗？那么多人讨厌我，我就一定是坏人，就一定该死吗？不等魏无羡全部说完，前来围剿的仙门百家就群情激愤，到现在还在狡辩，无耻至极！太恶心了！杀了他，杀了他！所有人纷纷抽出刀剑，往魏无羡的方向涌来。忽听在高处坐镇的蓝启人一声断喝：忘记你让开！到了今天，你还要执迷不悟吗？魏无羡这才发现，仙门百家的包围圈内，除了自己，还有另一个人。蓝忘机不知什么时候从寒室里走了出来，与叔父和兄长分道扬镳之后，此时此刻的他背对着姑苏蓝氏的阵营，面朝着魏无羡。他手上碧尘出鞘，利刃映出他坚毅的脸庞。魏无羡忍不住道：你。蓝忘机直视着魏无羡的双眸，道：我在。刹那间，所有的嘲讽，所有的怒斥，所有的诅咒都从魏无羡耳边消失了。那些迎面看来的刀枪棍棒，全都融化在明亮的日光里。魏无羡眼前的世界不断的缩小，缩小，直到整个世界只有面前的蓝忘机一人，直到听闻的声音只有他的一句：我在。魏无羡牵住蓝忘机的手，几乎就要这样，相信这是最完满的结局。在所有人都与自己为敌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惜背弃家族，割舍亲人，也要站在我身边，信任我，支持我，爱我。魏无羡捧住蓝忘机的脸，几乎想要不顾身后的刀剑，放肆地吻上他的嘴唇。就在这个时刻，有什么光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衍兽入梦出梦，无迹可寻。蓝启人和蓝曦臣密谋要杀他，江澄和金陵重新对他充满恨意，仙门百家骤然间集合围剿，这分明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看来他在不经意间早就入了衍兽之梦，之前那个杀了衍兽的经历，想来也只是梦而已。衍兽还活着。
想到这里，魏无羡骤然轻松，围剿是假，可是看向身边的蓝忘机时，又哭笑不得。原来这个深情的说着我在的人，终归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虽然假如真的存在围剿，蓝忘机也必然不会弃自己不顾，只是毕竟眼前这个人是假的，方才的感动就像吃到了变质的糖果，甜则甜矣，奈何变了味。魏无羡抽出随便，正比划着往身上的哪个部位插，可以迅速的自杀，然后回到现实，忽听身边的蓝忘机问：你可知思追读到你与石花女故事的闲书从何而来？魏无羡比划了半天，刚决定还是抹脖子容易，听到蓝忘机的问题，随口一问：从何而来？蓝忘机道：我写的。魏无羡一惊，手一抖，手上的剑锵啷一声落在地上。魏无羡招惹石花女那么多次，知道的人肯定不少，随便哪个人都能把这则夷陵老祖的去世记在什么不正经的杂谈上。蓝思追在蓝家藏书阁以外的地方偷看了什么杂书，得知此事实属正常。魏无羡却从没想过蓝忘机会关注他这种事，还特意把他记在某处，某天被蓝思追偶然读到，这实在是太过出乎意料，令人……等等，明明是盛夏，魏无羡却仿佛骤然跌入冰潭，整个人从内而外的发冷。就在片刻之前，蓝忘机，他说了一句自己绝对意想不到的话，这不正是他和蓝忘机在前去猎杀野兽之前商量好的判断梦境还是现实的方法吗？因为梦境归根结底是自己的想象，所以一旦对方说出了一句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话，那就说明这不是梦境，是现实。视野的尽头是一个山洞，蓝忘机咽下反涌入喉的一口鲜血，拼尽全力让碧晨减速下降。可惜被仙门百家追杀了整整1日的他，早已在数不清的打斗与御剑逃亡中耗尽灵力。此刻他全身的灵脉因灵力透支而一阵痛似一阵，尽管他死死地捏住诀，脚底的剑仍然带着一股决然的势头下坠。落地前，蓝忘机反手抱住身后的魏无羡，打了一个滚，将他护在怀里，用自己的背承受与地面的撞击。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把魏无羡往山洞里推。魏无羡受伤了，因为穿着黑色的衣衫，所以看不出血迹，然而他苍白至极的脸色出卖了他极力掩饰的伤情。以这样的伤势，蓝忘机绝不能再令他颠簸失血，魏无羡需要静坐休息。先进去。蓝忘机对魏无羡道：我挡追兵。魏无羡张口似要拒绝，却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只紧紧一握蓝忘机的掌心，道：好。蓝忘机略略正了下衣襟，深吸一口气，强自咽下喉头的腥甜，手持碧晨端立在洞口。他没有说话，却将整个人站成出了一副欲杀未应，从我尸上踩过的气势。蓝启仁列于队伍最前，痛心疾首地说出一个你字，竟是老泪纵横，再也续不出下文。旁边的蓝曦臣也是泪光盈然，张嘴闭嘴来回半晌，最后只道：忘机，你当真要如此吗？蓝忘机道：魏婴并未为非作歹。山洞外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哄笑。他居然说魏无羡没有为非作歹。蓝忘机，你太让我失望了，亏我当初还仰慕过你，觉得你是斩妖除魔的一代名士。难道这就是被邪魔外道蛊惑的下场？蓝忘机听罢，面色不变，也不回答，只把碧晨握得更紧了。蓝启仁再也忍不住，亲自祭出佩剑，大步上前，厉声道：你既然定要与邪魔外道同流合污，那我便亲手清理门户，出招吧。老夫倒要看看我教你的剑法，你是不是全都学了个青出于蓝。说罢，他再不多言，抬手出剑。蓝启仁年逾半百，出剑却迅捷无伦，没等众人看清他是如何拔剑出剑的，一道剑光已至蓝忘机身前，连站在蓝启仁身边的蓝曦臣都吃了一惊，心道或许连自己都无法在第一招就使出如此惊鸿一剑。叔父自他成年长家后，连外出夜猎都极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家中教导子弟书本功课，对舞刀弄剑之事似乎并不上心。然而这样一个叔父，却在此时此刻拼尽全力出剑，那剑尖直指蓝忘机咽喉要害而去，这架势竟是想要一招毙命。对着蓝启仁的急速一剑，蓝忘机并没有以碧晨反击，
只是奋力调动全身仅存的灵力，侧身躲闪。他及时偏过了身，蓝启仁的剑没有插入他的咽喉，只是割破了他的侧颈，只差一点就要伤到颈脉。蓝启仁第一剑没有得手，第二剑立刻接踵而至，丝毫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余地。他扬手作绝，佩剑当即回箫横扫，风声飒飒，要将敌人一断为二。蓝忘机依旧没有出剑，以空手去夺白刃，赶在蓝启仁的剑将自己一刀两断之前，屈指在剑侧一弹，手上的灵力与剑上的灵力相撞，佩剑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嗡嗡长鸣，悠然不绝。而蓝启仁这一剑也因这一弹而改变了方向，往洞外飞去。蓝启仁两剑失准，不及召回佩剑，大步上前，一掌拍向蓝忘机心口。蓝忘机对着当胸一掌，仍不反击，只是转身让蓝启仁的一掌击在自己背上。尽管避过了要害，蓝启仁的一掌仍然带着极为霸道的力量。蓝忘机再也来不及咽下不断反涌到喉头的鲜血，为避免失态，只能以手背阻挡。于是没有血喷3尺，只有丝丝缕缕的温热顺着手腕钻入衣袖，仿佛一个温柔的情人在牵着蓝忘机的手。蓝忘机拼着自己受伤，接连3招对着蓝启仁的进攻只躲不攻。蓝启仁看得明白，哼了一声道：你让我3招，什么养育之情、授业之恩，就算你全都还完了，出剑吧。蓝忘机像往常千百次那样对蓝启仁的吩咐应了一句是，仿佛这次也只是答应劈一下小辈的夜猎笔记一样轻巧。而碧晨却已亮起冰蓝的剑光，躲不过，逃不了，却不能输。蓝忘机像咽回喉头的血一样，收回了永志眼里的泪。他提剑出招，背后忽然传来了什么声音，很轻，轻到若不是对那个人的嗓音太过熟悉，就绝不会在激斗中听见。可是蓝忘机听见了，是极轻极细的一个人的叹息。然后他感觉到了来自身后诡异的波动，不是和叔父过招时激荡的灵力，而是另一种东西，寒冷彻骨，焦躁不安。当啷一声响，碧晨还没有递出，就直直跌落在洞口的岩石上。蓝忘机像是忽然失了魂魄，他不再闪避蓝启仁的夺命剑招，掉头往洞内奔去。山洞里万鬼齐哭，魏无羡坐在千万厉鬼的中央，脸色苍白的宛如一处极化的星雪，衬得他手中碎成齑粉的阴虎符黑如沉炭。厉鬼们簇拥着魏无羡，尖叫着，嬉笑着，痛哭着，他们的爪子撕碎魏无羡的皮肤，他们的尖牙咬下魏无羡的血肉，而魏无羡端坐着，将他的眼神从带给自己无限痛苦的厉鬼上拿开，将他投射往远方蓝忘机所在之处。蓝忘机拨开一个又一个阴冷黏腻的鬼，挨到魏无羡身边，抱着他支离破碎的身体，他离散如飞絮的魂魄，他滚烫的鲜血与热泪，他突兀的白骨与血肉，看到他的眼睛在还未变成空洞之前，映照出自己癫狂的面容。魏无羡说：蓝湛，我爱你。他爱我，就算支离破碎，魂飞魄散，他的眼中还是只有我。蓝忘机几乎就要这样，相信这是最完满的结局。他是魏无羡，就算仙门百家要取他的性命，不死不休，他也要在最后一刻摧毁阴虎符。这才是他，是蓝忘机要一辈子相濡以沫的人。蓝忘机放任厉鬼同样撕咬着自己的身体，几乎就想要这样随他同去。魏婴，你受过的伤，你遭过的痛，我全都陪你尝一遍。就在这个时刻，有什么光在蓝忘机眼前一闪而过，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眼兽。仙门百家的围剿，叔父要亲手杀了自己，魏婴再次被厉鬼反噬，这些当真是现实吗？不可能。魏婴早已是自己公认的道侣，叔父也早就认可魏婴为蓝氏一员，魏婴更不可能再去摧毁阴虎符。这一切都是眼兽之梦，他早就身在梦中。想到这里，蓝忘机骤然轻松。魏婴没死。可是看向怀中的魏无羡时，却又哭笑不得。原来这个就算濒死眼中也只有自己一人的魏婴，终归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蓝忘机召回碧晨，正准备自尽出梦，却听魏无羡破败漏风的嗓子里艰难地说出一句话：当年楚水碎，那琵琶是给你的。蓝忘机架在脖子上的剑只差一点就要割破自己的颈脉，他却猝然收回了剑锋。
被厉鬼吞噬撕咬的手臂仿佛再也支撑不住碧晨的重量，那把宝剑一点点地往下坠，终于叮的一声刻在被血染红的岩石上。蓝忘机记得当年在采邑镇，魏无羡把一只琵琶送到他眼前，自己分明想接，却看都不看一眼，只丢下一句拿开。魏无羡当即从善如流的拿开了，却将那只琵琶扔给江澄，还道：知道你不会要，因此本来就不打算给你。蓝忘机想，那只琵琶是什么味道呢？他从未想过，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魏无羡想的不是那些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不是种种说不清解不开的误会，不是懊恼，不是悔恨，不是悲伤，不是失望，是少时的一只琵琶。他想要给他，他没有接，他便说这不是给你的。可是现在他说了，是给你的。那只琵琶，那颗心，从很早很早，甚至连自己都未知晓的时候就给了你。这不是眼兽之梦，蓝忘机知道了，这是魏无羡和他的约定，说出一句让对方意想不到的话。只要听到这样的话，就算事情再蹊跷，也不是梦境。可是抱着怀中破碎的冰冷的身躯，蓝忘机想，事到如今，是梦非梦，还重要吗？不重要，不再重要了。蓝忘机用仅存的最后一点力气，捡起魏无羡手边的随便，插入了自己的心脏。魏无羡和蓝忘机同时惊醒，放眼四顾，没有蓝启人，没有蓝曦臣，没有仙门百家的围剿，没有阴虎符，没有山洞，没有百鬼反噬。四周散发着淡淡檀香的是净室中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床榻，带来温暖的是他们相拥而眠的怀抱。而枕边淡淡白烟犹未完全散去的是一只熟悉的香炉。魏无羡和蓝忘机同时想起来，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几日前，他们受金灵所托，前去诛杀危害甚巨的野兽。虽然成功杀灭了野兽，两人却也不慎被野兽咬伤。被野兽咬的外伤虽然很快就痊愈，但自那之后，两人每到晚间必会做梦，且总是循环梦见内心深处最难以疏解的心结。魏无羡一遍又一遍梦见所有人前来围剿自己，而蓝忘机则梦见魏无羡一遍又一遍被厉鬼啃食死在自己眼前。他们查阅了许多典籍，居然没有一本详细记叙野兽咬伤的疗法。最后魏无羡甩开了书，对蓝忘机道：既然前人不知道怎么治，不如我们就互相治，除了你，还有人治得了我吗？蓝忘机笑了，于是两人就利用墨香炉同时入梦。墨香炉与眼兽不同，眼兽令人入梦，只能让一个人做他自己的梦，梦中的一切除了他自己皆是虚幻。而墨香炉的入梦却是让同时睡着的两人做着同一个梦，也正因为两人是同时在同一个梦中，因此魏无羡遇见的蓝忘机不是魏无羡自己的想象，蓝忘机遇见的魏无羡也不是蓝忘机梦里的虚构，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方。因此就算在梦中，他们能互相说出令对方大吃一惊的话，也就不奇怪了。同时想明白这一点的两人竟有些骤然失语，一时竟是安静的，只有燃烧的檀香的烟灰落在香炉中的声音。只因为魏无羡忽然意识到，那个在自己众叛亲离的时候仍然站在自己身边说着我在的人，不是他自己的想象，是真正的蓝忘机做出的选择。而蓝忘机忽然意识到，那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着我爱你，惦记着他们初见时的一只早被别人忘却的琵琶的人，不是他的自作多情，是真正的魏无羡对他说的话。从此以后，魏无羡再也不会做自己被围剿的噩梦了，因为魏无羡知道，无论发生何事，蓝忘机都会在他身边。蓝忘机也再不会做魏无羡死在自己面前的噩梦了，因为蓝忘机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魏无羡都会在他心里。因为有了彼此，噩梦不再是噩梦，窗外鸟语花香，又是新的一天。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